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艾玛。这个频道主要就是为了帮助中文学习者来接触自然、地道、真实的中文。在这里，你也可以了解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些故事。那记得订阅哦，我们就开始吧。今天是2026年的1月1号，没错，也是元旦。在中国呢，我们过年过的都是春节，所以每年的1月1号我们叫做元旦。虽然大家发信息互相祝福的时候也会说新年快乐，但是这个感觉有点像时间上的变化，而不是情感上的变化。换句话说，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，旧的一年还没结束，等到过春节的时候，这一年才真的结束了。所以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，从情感上真正最浓烈的，也感受到时间上变化的，都是从春节以后才开始的。不过在日本已经10多年了，我们也入乡随俗。毕竟在阴历春节的时候是不放假的，所以我们就在元旦的时候也开始准备一些过年的活动仪式。那自从来日本之后，每年必然会进行的一个活动就是1月1号去浅草寺抽签。因为浅草寺供奉的是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一个充满慈悲、充满力量的一个形象，所以我们经常就会说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。有什么烦恼的时候，也会去寺庙里烧香啊、抽签呀之类的。刚好浅草寺供奉的就是观音菩萨，也是我这个属相的守护神。所以每一年我们都会去那里抽签。当然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，在日本的很多寺庙，你抽签的时候会分为吉、中吉、小吉、末吉，还有凶之类的不同的签。据说浅草寺为了保持它这个签的真实准确，所以那个凶所占的比率就没有更改。而很多其他的寺庙神社，为了让来抽签的人能有个好彩头，有个好心情，就把凶所占的比率给降低了，也就是人为的增加了很多好的签，把不太好的减少了。但浅草寺据说从1000多年前到现在，这个吉凶所占的比率都是没有变化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好的，因为我感觉人为的去干预，好像准确率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精准了呢？哈，有点自欺欺人的意思吧。所以虽然浅草寺以凶签居多而著称，但我们每年依然会坚持去浅草寺。毕竟抽中吉还是凶，只是一瞬间，甚至有很多运气的成分。但是我们真正能做的，就是在这一年当中，你待人友善，自己谨慎小心，
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也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带来好运的。所以说，吉凶可能就是上天给你的一个提示。所以真正怎么样去应对生活里的事情，那这个其实都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，对吧？所以每年都去。有很多朋友会喜欢跨年倒计时，就是夜里不睡觉，提前去到寺庙，等着12点的钟声敲响。我还是没有那么大的精神头，所以我都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饭，收拾一下，然后再去出发，去抽签，去拜观音之类的。去的电车上一如既往的安静，我感觉安静的程度应该在世界范围内都能排到前几名吧。确实习惯了这种安静之后，在听到车上嘈杂的声音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有点烦躁的感觉。那今年大年初一，很多人应该就是去购物啊、逛街呀，或者去寺庙里参拜。总之，电车上的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安静。也就是在列车运行的过程中，几乎听不见任何人在讲话。偶尔能传来几声小朋友的叫喊声，就已经很难得了。我们到车站下车，换乘之后，再到浅草站。在浅草站附近呢，有很多警察，还有很多交通指导员在疏导交通，就是告诉大家按着一个方向走，不要停留，拍照的时候也尽量快一点，不要停下脚步，不要造成拥堵，要保障安全。日本这一点就非常有经验。因为日本国内经常会有很多这样大型的活动，新年的去寺庙里参拜啦，还有夏天的花火大会啊，还有各种级别的演唱会啊，年底的跨年呢，还有万圣节，所以感觉警方能提前预判到可能存在的风险，会提前采取很多措施，有那个大喇叭一直在广播，告诉你怎么行动。路上呢也有很多清晰的指示牌，有的时候呢，有些通道呢就会调整为入口，只入不出，而有些地方呢就调整为出口，只出不进。这样的话，尽量保证人流往同一个方向走。这样也能减少拥堵，提高效率吧。总之在顺利举办活动、保障安全方面呢，我觉得日本做的真的还是挺好的。对，今年到了浅草寺门口的时候，很快就通过雷门进到里边了。我记得去年排队的时间比今年要久。今年整体来说，虽然也是人挨着人，但是好像肩膀还是活动自由的。我记得前几年真的到了摩肩接踵的程度，就是动动肩膀都有点费劲的感觉。街道两旁的商店街也都在营业，街呢也都装饰起来了。很多店门口都挂着那种红白相间的春节期间的装饰，就挺有节日氛围的，还挂着国旗。游客呢也很多，我听到有人在讲韩语，日语就不用说了，还有人在讲英语，就整体来说感觉好像挺国际化的感觉，
挺热闹的。这次呢进到里边，就先投币，然后拜观音，许了一下今年的愿望。今年的愿望呢，可能相对来说更侧重于内求，也就是更多的是对自我提出的一些期待和要求吧。基本上就类似于情绪稳定，能保持健康，能尽量把每一天过得有效率一点之类的。然后还有做一些长线的规划，就不止今年的，类似于3年计划之类的。我们拜完观音之后，就顺左边的出口出去，到了门口那个地方呢，就可以排队抽签了。明显感觉今年排队的时间短了很多，几乎就是一直在移动着就到自己了。今年抽中的是半级，半级就还可以了。其实我对抽签的这个结果没有很强的执念，我反而会因为抽到比较偏中间的这种结果而欣喜开心。因为有句话说盛极必衰，物极必反，也就是因为整个世界它是动态的嘛，当你的运气或者是状况好到极限不能再好的时候，那它就会由盛转衰，这就是一个万事万物存在的一个必然规律嘛。所以其实我对于大吉之类的不太向往，因为到达巅峰之后很快就是转折了嘛。所以对于抽到凶呢，也不是很介怀，因为我们说否极泰来，就是当你的状态糟糕到极点的时候，那么它也开始又要回升了。所以人生不同的状态，它就像波浪一样，一直这样起起伏伏的在变化的。世界就是一直在变的嘛，所以那我们处在好运当中的时候，也不要过于骄傲，不要过于傲慢，保持谦逊有礼。那我们身处低谷的时候呢，也不要自暴自弃，因为你知道你的运势是变化的，所以只要你能坚持住，就一定能从坏转向好。所以这样来看的话，无论你抽到什么样的运势，或者说今年整体的这个运势对于你这个属相好或者是不好，都不用担心，因为无论好与不好，所有的这个风水是轮流转的，也就是大家会轮流的好，轮流的不好。这么看来，其实就真的没什么可怕的了。就是好运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坦然接受；坏运气到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勇敢的面对。那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对吧？起起伏伏，然后顺利一点，然后有点磨难，然后再快乐一点，偶尔会有点悲伤。这样想来，其实这样的人生还是挺有趣的。我觉得比一成不变的人生要好太多了。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你遇到的挫折呀，还有不开心的事情啊，才让你意识到平凡和快乐的珍贵吧。所以无论好与不好，都不用太过担心，我们就坦然面对就好了。那抽完签之后呢，本来想着是在外边吃点东西呢，还是回家做饭呢？因为街上有些店都不开门，大部分要休到3号或4号才开始营业。那在营业的店呢，门口又排了很多人，我就想那算了吧，
还是回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。自己做也挺好的，你可以慢慢的在做的过程中，感受这个时光慢慢的流逝，然后让自己适应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哦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2026年呢，我现在还没做计划呢。对，我打算趁着这个假期，慢慢的想一想做什么样的计划，就是慎重一点吧。慎重一点，想一想自己真正要完成的目标，自己迫切需要提升的地方。总之这一年呢，就是要慢一点，稳一点。所以其实有的时候，我觉得目标也不是要那么大。比如说一定要达成某一种形式的成功啊，或者一定要实现某一个看起来很惊人的数字类的目标啊，我觉得就是量力而行，根据你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想要达成的，想要提升自己的方面，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更重要的吧。那新的一年开始了，这一年呢是马年，马在中国传统的寓意当中也是非常好的。我们经常用的祝福语就是一马当先，马到成功。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功，每一天都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、顺顺利利、健健康康的。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